OK，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射前喷水的最主要的作用呢，实际上是降噪。我们知道啊，一般火箭发射的时候，它的这个噪声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高的可能可以到240分贝，甚至更高，一般都会超过220分贝。这么大的噪音的话，它实际上是有可能对你的载荷造成影响的、损坏的。如果要是里面有宇航员的话呢，身体肯定是受不了的。所以要想办法尽量降低。一般来讲，使用喷水的这种方法，可以把现场的这个噪音从220分贝降低到180甚至170分贝，能降这么多，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才是喷水的第一作用。很多人认为喷水是为了降温，为了保护发射场，实际上当然有保护发射场的作用，但是喷水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了降温。就是说这个是大家容易搞误区的一个事儿。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了降低噪声，这就是喷水的作用。当然，对于星舰的这个发射场来讲的话，那喷水的相应来讲降低对这个地面的影响，作用就会明显一些。因为我们一般你看这个猎鹰9它这个发射，它底下是有导流槽的，而那个星舰发射的时候，它底下没有导流槽，所以我们看到星舰首飞的时候，那水泥块什么的四处乱飞。尽管它现在换成了这种大钢板的这个地面，等于整个地面都是铁板的，但是呢，还是会有很大的损伤。所以喷水的话，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这个发射场屏的作用，但是这是次要作用，最主要的作用还是降温。SLS 居然还是在用上世纪60年代的发动机，为啥投了那么多钱，居然还用老发动机？也不能说是60年代的发动机，应该是70年代的吧。它用的那个发动机应该叫做 RS-25发动机，那个发动机是个液氢氧发动机，然后它本来是给航天飞机使用的。航天飞机后来在2011年退役之后，那库存还剩余了好像是20多台发动机。当时美国的国会就要求你这个 SLS 要降低成本，你就要使用库存的这些发动机，你要把它消耗掉，要求 NASA。所以呢，当时它的方案就是基于这库存的 RS-25发动机做的 SLS 火箭的这一个方案，就是说发动机这一块是航天飞机的，然后 SLS 火箭的它那个直径好像是8.4米吧，火箭舰体直径我记得，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直径是那个航天飞机外燃料注箱的直径，所以它就是相当于那个原来在航天飞机上的时候，这主发动机是装在航天飞机那轨道器，就我们看到像飞机似的那个东西，然后轨道器的底下装了一个外燃料注箱。那现在我们等于那是航天飞机的布置，然后等于在这个 SLS 火箭上呢，就等于把它外燃料注箱放到了上面，然后主发动机放到了底下，这就构成了 SLS 火箭的新一级。SLS 火箭两边的那个固体火箭助推器是一个5段式的固体火箭助推器，这个助推器是航天飞机的库存产品改的。航天飞机的库存产品是个4段式的，它变成了5段，直径什么的都一样。所以的话，这就是 SLS 的这个助推器。然后 SLS 现在叫临时上面级，这个上面级实际上是什么呢？是火神半人马座火箭的那个2级，就是那个半人马座火箭。这就是 SLS Block 1的这个现在的这么一个状况。大部分卫星轨道平面都是和赤道平面平行的嘛，大部分卫星都和赤道平面有一定的夹角，除了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或者叫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它是和赤道平面重合的。然后其他的大部分卫星呢，一般都会有一定的夹角。在这儿呢，我就稍微多说一句，低轨卫星一般来讲的话，都是指距地面的高度。但是呢，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经常也不太注意它的这个轨道平面和赤道平面的夹角。然后所谓的这个太阳同步轨道卫星，或者叫 SSO 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它指的是卫星轨道平面，基本上它接近于垂直于赤道平面，这个角大概是92度到98度吧，和赤道平面的夹角。然后它绕着地球这么转，这么转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每到地球的同一个时间，这个卫星会经过地球上的同一个点，
就假如我在新加坡，然后你想发一颗卫星来监视我的这栋楼，那么你想让它每天早上9点钟，这个卫星经过我这个楼能够拍下来的话，那你就发一颗太阳同步轨道的卫星，它每天的9点钟肯定会经过的。其他的那个卫星，它有可能你要是打其他轨道的时候，它可能这次是9点钟，在9点钟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不是一天后就可以9点钟的。所以的话，要是想每天这么着监视我的话，想9点钟监视我，那就打一颗这样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或者叫 SSO 卫星，或者叫极地卫星。这种轨道的话，最通常的呢，实际上是有资源勘探，当然更重要的是很多侦察卫星，就是 SSO 轨道的，或者叫极地轨道的。以后会不会特斯拉直接内置星链天线？如果他想作为一个卖点的话就可以，但是不知道他将来的这个星链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是买账号呢，可能就不一样了。更关键的是，你以后觉得星链还需要天线吗？就像 GPS 那样的，GPS 我本世纪初的时候，GPS 是要专门有一个天线，买一个，然后吸到顶上，然后还有一个接收机，用这个天线和接收机还要连根线，然后接收机和电脑相连。我那时候用 GPS，但是现在的 GPS 呢，内置在手机里就是一个小小的芯片。你为什么不想未来的星链会变成像现在 GPS 芯片一样的一个小小的芯片，就完全扔掉那个庞大的天线，每个智能设备里都可以装一个星链卫星接收端呢？每一个智能设备都是一个星链卫星接收端，到那个时候再用星链的时候，就会变得像现在用 GPS 一样方便。因为我在20多年以前用 GPS，我最开始接触 GPS 的时候，那个使用就跟现在使用星链似的，也是非常麻烦的。星链天线如果可以做到现在 GPS 这样程度的话，那 Starlink 真是完美的全球无线网络。是这样啊，这就应该是马斯克的目标，他就是要把它做成这样的嘛。而且这个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关键是我们在 GPS 上已经看到了，它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但是你不要忘记 GPS 它是工作星只有24颗，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它这个发展也包括我们电子技术在不停的发展，就是说信号的这个放大能力啊什么的这些的都在增强，所以包括这个滤波呀，包括这些的技术都在增强，包括这个算法也在增强。能够实现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从原来需要一个专门的天线，到后来慢慢这个天线 GPS 天线越来越小，到再后来就可以做到一个芯片里了。我觉得精炼的未来的发展过程肯定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天线个头还是比较大，它肯定慢慢的就会变小，慢慢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也会把它变成一个芯片。当然，它还有可能需要保留一些天线，但这个天线可能就跟我们内置的手机天线就一样了，就把它整合进手机自己内置的天线里面就完了。如果马斯克他们最后的目标不是这一个目标，那他就完全没有必要说是要为星链卫星投入到4.2万颗卫星这么样的一个庞大的数量。